你笑六爷老，六爷笑你防不了。魔改了半个世纪的轰六到底都经历了什么？轰六的早期原型为苏联16轰炸机的国产化型号。1957年，根据中苏友好互助条约，苏联决定协助咱们建立轰炸机的生产线。也是在这一年，苏联给咱家提供了2架图 16A 及全套零部件和图纸。1959年9月，由西安飞机制造厂拼装完成的首架图16实现首飞。这也是轰六的第一个基本型，也是咱们的第一架属于自己的轰炸机。不过也在这之后的1年里发生了些小变故，比如中苏关系出现裂痕。1960年，玉米大帝赫鲁晓夫直接单方面撤回1390名援华专家，取消2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，真是所谓爹有娘有，不如自己有。于是一系列国产化武器的研制计划由此生根发芽。由于借鉴了轰16轰炸机的技术，经过升级改造后的轰六甲在1964年7月就完成了相关工程，并于1965年完成了中国首颗原子弹的投放任务。1968年换装了国产涡喷8发动机的轰六完成了首飞。早期的轰6A 最大起飞重量约79吨，配备2台涡喷8涡轮喷气发动机，最高飞行速度约1050千米每小时，实用升限约1.28万米，最大航程约7200千米。机体上配备6门 AM23型23毫米机炮，用于自卫，但由于技术和材料缺陷，早期的轰六机辅弹舱原设计载弹量仅约3吨。由于发动机推力较小，油耗大，早期轰六甲可谓腿短弹，少看不远，体重之油打不准。于是在1972年，在轰六甲的基础上开始诞生出了侦察型的轰六乙，然后咱家就开始在魔改轰六的道路上一骑绝尘。随后就是1980年代的电子对抗型轰六丙和海军反舰导弹型的轰六丁诞生，宣告中国的轰炸机进入导弹时代，并成功出口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此期间还有一个轰6I型，通过替换成4台英国罗尔斯罗伊斯斯贝涡扇发动机实现性能提升。于1978年首飞，新型发动机让六爷的航程提升了30%，但斯贝发动机造价高，维护复杂，轰6I型的计划最终被取消，最后时间进入1990年。在这一年，六爷又被爆改成了加油机，也就是轰6U，其机辅弹舱改为油舱，每侧机翼下外挂一个吊舱，并配插油管加油装置。随后几年，轰6C 的改进型号轰6E 和轰6F 诞生，强化了空中突防能力和导航系统。1998年，空军型陆攻导弹机轰6H 升级完成，具备低空突防能力，可挂载鹰击63导弹。于1998年首飞。到了90年代末期，海空军联手发展了第2代轰6改进型号，分别是空军装备的轰6H和海军装备的轰6G。当时西飞并没有对飞机整体结构做太大调整，主要是针对第1代轰6比较落后的雷达火控导航设备，有选择的换装国产新一代电子战系统，脉冲多普勒雷达远程通讯导弹火控和导航系统。从外表上来看，轰6H和轰6G的最典型特征是翼架挂架增加到4个，由于改进的难度并不大，因此空军装备的轰6H在2001年就进入部队服役，凭借其搭载的鹰击63空地导弹，实现对敌方大中型目标进行超视距打击的能力。在当时，苏30 MKK 主要应用于更关键的对空作战。歼轰7A 尚未出现的情况下，轰6H实际上是国内最可靠的远程精确打击力量。而海军的轰6D 虽然也在2002年开始小规模服役，但轰6D 的局限性也很明显，其机载导弹大约100千米的攻击距离，在南海威慑中小国家的舰艇尚可，但面对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就明显力不从心。事实上，美国在海湾战争后曾对缴获的海鹰2反舰导弹进行测试，发现美国海军装备的电子干扰设备可以100%干扰海鹰2的雷达。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，轰6D 的生产数量不足20架，而空军装备的轰6甲和其他子型号的数量则在30到40架之间，这两者之和基本就是第1代轰6的全部数量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在70、80年代，空军与英美等国在军事领域的交流比较密切，利用轰6平台发展了轰6E、轰6F、轰6I 等诸多验证型号，但均未批量生产。也是在同一年，六爷继续发愤图强，通过对轰6H、轰6G 的改进所积累的经验，进一步迎来了航空工业在2010年前后的井喷式发展。因此，西飞在轰6H、轰6G 的基础上，又完成了第3代轰6的改进，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空军版轰6K和海军版轰6G。需要指出的是，空军曾在轰6H 上搭载了部分先进航电设备，推出了轰6M，这是为了验证轰6K 航电设备的过渡型号，与歼10C之前的歼10B有些类似。而后
后来真正出现的轰六 K 和轰六 J， 其性能相比于之前的轰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然而这还没完，因为六爷依旧在进化，但是留给六爷的字母可不多了。就目前来看，第一代轰六甲、轰六 D 生产了约60架，第二代的轰六 H、轰六 G、轰六 M 前后生产了约10年，总计生产数量120架左右。第三代的轰六 K、轰六 J 和轰六 N， 也就是加装受油管的轰六 K， 目前已生产了7年，服役数量在80到90架左右。其中第一代的轰六已经基本退役或退出一线部队装备序列，第二、第三代的200余架轰六就是目前国内轰炸机部队的核心力量。抛开其在空击核武器领域的威慑，这支轰炸机部队无论是用于海上反航母作战，还是用于陆上大规模远程精确打击，都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强大力量。如果说轰六 K 是战神，那么这200余架轰六机群的冲锋就是战神之怒。但是龙城轰六在，不教胡马度长空，虽然轰六永远不可能拥有歼16那样优雅的外形和优秀的机动性，但轰六的作战半径、制空时间和火力密度也是歼16远远不能比拟的。在远程精确打击和反航母这种更多是充当空中武器平台的行动中，轰六的大载弹量和大航程优势仍然无可代替。这也是国内近期以年产10余架的高速持续生产第三代轰六的根本原因。即使在轰20出现后，这种全新机型也更多的用于执行风险较高的高价值目标打击任务，而训练和使用成本较低的轰六仍然是战场常规任务的不二之选。在未来20到30年间，轰六会逐渐失去现有的主力轰炸机地位，但凭借其数量和低成本优势，这款老而弥坚的可靠空中打击平台仍然会活跃在海空军的舞台上，直至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，以卓越的功绩、辉煌的历史结束不凡的历程。